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收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继续聊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啊。上期节目呢，我们聊到在绥中大货司机案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呢，罗翔教授就于专栏中着文，认为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对大货司机采取提前假设，或者是采取宪法中的一个特赦制度。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要介绍车浩教授的这篇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期观察，逃避的不是防疫，而是歧视。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其实是车浩教授于2020年3月份发表于法学第3期的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通过犯罪学抵达刑法适用的论文节选。为什么是节选呢？因为该篇论文从犯罪学和法教育学的角度就对疫情期间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与疫情相关的多项罪名的适用都进行了分析并给出建议，信息量太大。而本期视频主要讨论的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故只看该部分节选。在彼时疫情刚爆发不久车浩便有如此高质量的文章发出有一说一，朋友们夸一句有天赋且勤奋是不过分的。而诸位也可以看一下当期法学的目录，然后你就会意识到前沿学术圈到底有多卷。是的不仅 UP 主要追热点，学术也要。而在这篇文章中车浩主要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确诊患者和疑似病人以外，如果一个普通的公民在未被确诊为新冠患者前，因为各种隐瞒身份或行踪的经历，最终导致了其他人被传染或隔离的后果，我们该如何对他进行刑法上的评价呢？具体来说我们上期视频说到的货车司机的案子，他们以为自己没有确诊新冠，但是他们也确实隐瞒了自己的行程。对于这类瞒报行程导致的疫情传播，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呢？车教授认为对于那些确实出于报复他人或社会的动机而恶意传播新冠病毒者，就应当从严惩治。但是对于过失传播病毒或者引起了病毒传播危险的人，就一定要仔细考虑行为动机和成因，不能仅仅因为客观上引起诸多如多人受传染或者被隔离的严重后果，就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责视作对等程度的严重和恶劣。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他们逃避的不是防疫，而是歧视。要想清楚这个逻辑呢，车浩就先介绍了一个概念，叫标签理论。标签理论呢，学理上的概念呢，是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将对这种规则的侵犯视作越轨，通过将这些规则应用于具体的个人，并给他们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呢，创造了越轨行为。因此越轨并非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的本质，而是他人的规则的适用，是一种被犯罪人制造的结果。在这个理论下，某个人并不是因为是犯罪人才被贴上标签，而是因为被贴上了标签才成为了犯罪人。在这个概念下，车浩就引用了早期标签理论家利马特的观点，即任何人在其一生均有过程度轻重不同的偏差行为，行为人呢未必因此有罪恶感，尚能保持良好的自我概念，这就是原始的偏差行为。但是一旦此种偏差行为被发现，被加以社会控制，特别是正式的社会控制行为人立即就得到了社会简等的标记。不但呢社会认为其异类，行为人的自我概念呢也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朝着社会认定的标记去走，最终呢就导致愈演愈烈，成为了更严重的犯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简单的例子，看过《进击的巨人》的朋友举手，里面生活在马来国的艾尔迪亚人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标签一样的袖章呢？同时是不是他们戴上袖章以后便会迅速的引来周围人的侧目，并得到很多歧视性的待遇呢？久而久之，是不是他们就真的觉得自己有罪了？再举个例子，在我国无论犯的是什么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大家对刑满释放人员呢可都是非常敏感的。甚至且不说刑满释放人员本人的，我开个应不应该允许刑满释放人员的子女考公务员的辩题，弹幕里呢肯定都会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如果辩题中的刑满释放人员是绥中县的大货司机呢？如果这个人是那个为了给孩子买奶粉而强行闯关的父亲呢？很多人是不会给你道出背后苦衷的机会的，大家的耐心仅限于你曾是个服刑人员。而当你被贴上这个标签以后，你找工作不好找，你生活会引人侧目，你的一切都会大受局限。而随着你生活因为这个标签受到重大影响，在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实现人生机会的情况下，你朝着社会认定的标记去走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并且大家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极端个例，我们之前介绍过，车教授呢还是最高检第一检察厅的挂职副厅长。根据他在论文中的数据整理仅截至2020年的2月18日呢，全国检察机关就共介入侦查并引导取证涉疫情犯罪2692件，一共3722人。至于截至2023年1月6日一共有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然后你紧接着就会发现刑满释放是一个标签，新冠病毒也成为了一个标签。车浩指出一个最初的行为，比如说我来自上海，你来自武汉，本身可能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中性的东西。但是一旦被冠以某种理由，比如说因防疫而被贴上的标签，你就会成为遭受否定和负面评价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人必然会努力避免被贴上标签，逃避那些要给他们贴标签的机构、制度和行为。因为被贴上标签以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疫情早期呢，武汉成了标签，然后在2022上海成了标签，每一个疫区也都成了标签。只要你被贴上了这个标签，你就必须承担这个标签背后的所有。而这车浩认为就是那些隐瞒行程之人的心理动因，因为当他们承认自己是武汉人，去过武汉的时候，他们无形中便被贴上了某种污名化的标签，并由此出现各种针对他们的障碍。对此他进行了一句话总结：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歧视，而这种歧视正是来自于一种标签效应。在该标签效应下，车浩就举了一个最高检发布的发生在河北省的悲剧性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嫌疑人梁某某与妻子刘某某退休后就长期在武汉市的女儿处居住。2020年1月15号的时候呢，妻子就出现了感冒咳嗽的症状，然后17号他们一家便驾车从武汉返回河北，然后呢就在邢台全面摸排武汉返乡人员情况的时候，丈夫便故意隐瞒了行程。后妻子因病情严重，就转到了邢台市人民医院就诊，并在医护人员反复追问下，他才承认从武汉返乡的事实。最终妻子确诊新冠并病亡，而丈夫呢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移送审查起诉。对这个案例，车浩说隐瞒武汉旅居史的当事人，一个已经染病身故，一个被移送审查起诉，他们的隐瞒呢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隔离的麻烦以及传染的风险，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何尝又不是一个莫大的悲剧呢？我们在对此类隐瞒身份和经历的行为予以谴责的时候，更应当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要隐瞒。在该案中直到妻子刘某某病逝的前一天，他才承认从武汉返乡的事实，是什么样的压力让人直到面对死亡时才愿意说出这一点呢？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他还问到如果我们换位成当事人，置身于当时将武汉与新冠病毒几乎画上等号的舆论环境中，面对社会中弥漫的对于武汉的标签化歧视，在自以为不会感染上病毒的情况下，是否也还会愿意透露自己的武汉旅居史呢？写到这里他感慨，原本需要防范的是病毒，但病毒是看不见的，防范对象就变成了可能携带病毒的人。所以我们便给疾病附加了不必要的隐喻，将可能携带病毒的人污名化，似乎染病的人不仅在肉体上有缺陷，而且在精神上也有应当鄙夷之处。对此他介绍了美国学者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的观点来进行论证。观点指出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被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化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化成一种政治压迫。这些对疾病的隐喻呢，并不总能帮助患者正确看待自己的疾病，相反有时会给患者带来道德上的压力。如果让其他人得知自己的病情，病人呢难免就会遭周围人的歧视。比如说艾滋病，究竟试想，如果你身边出现一个艾滋病患者，你会怎么想他呢？很多人一听到艾滋病就天然会觉得这个人不洁身自好，但艾滋病呢是有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的。即使是性传播，如果他是被自己准备结婚的初恋男友传播的呢？但这些在很多人心里都不重要，因为只要你患有艾滋病，很多人就会天然觉得你除了身体本身有问题以外，人格也有问题。而新冠成为了新型的充满隐喻的疾病。同时呢，随着有人过度夸大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群体的危害，以至于将这些群体等同于病毒自身，许多过度防疫的观念与措施也开始出现。地方部门呢，甚至开始强制性的为相关群体贴上标签来加以识别，于是标签个体周遭歧视性的排斥也随之而来。为此车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早在2020年呢，一位湖北车牌的卡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就流浪了20天，服务区不让进，高速口不让下，只能一直往前开，成了高速路上的幽灵货车。由此出现了一个更荒诞的场景下，车浩形容人们在远离武汉的环境中喊着武汉加油，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可能将碰到的武汉返乡人员或湖北籍人员视作过街老鼠。在这种可怕的标签下，可能被贴上这些标签的人们，在自信或者侥幸地认为自身健康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必然会想着躲避被贴上标签，想方设法地隐瞒自己与武汉有关的身份和经历，以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歧视氛围。所以最终车浩认为，那些疫情期间因为隐瞒自己的身份或者经历而造成病毒传播或传播危险的人，其行为动因不能完全归责于行为个体，
整个社会舆论环境和各种防疫管控措施对此类人群的标签化评价和歧视性处遇在其中难辞其咎，甚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因为躲避各种标签而隐瞒自己身份和行踪经历的人，其违反防疫措施的动机时有不得已的成分和苦衷，迥然不同于正常社会秩序时期的普通过失犯。对此从整体处理方向上就应当从宽把握。看到这里，你赞同车浩教授的观点吗？如果你赞同，老规矩，请将车内巨人4个字打在公屏上。而最后我想说的是，在大疫3年以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篇写于2020年3月份的文章，我们会发现文章中的很多担忧，其实在这几年一直在各地以令人感慨的方式上演着。对此不可否认地方上也有各种无奈，毕竟奥密克戎的传播性到底有多强？阳过的朋友举手懂的都懂。如若不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那疫情防控目的的确难以实现。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疫情3年在法治层面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也有很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依法治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我相信学过法的朋友都做过一道关于法治和法治的辨析题。什么是法治呢？法治就是法律只是一个用来治人的工具。这个工具怎么好用怎么来，今天是砧板，明天是菜刀，有人治人就有人受制于人。而什么是法治呢？法治就是全社会都在法律这一集体意志的框架内运行，在这个共同认可的规则里，彼此的权利和义务都有着清晰的边界，并不存在谁治谁，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而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国。因为如果你只知道法治而不知道法治的话，那你会发现所谓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就只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因为法律从来就没属于你过，只有平等才能诞生自尊，依法治国之路任重道远。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车教授这篇文章中还有对疫情期间衍生的其他犯罪的分析与论述。如果大家也想了解老规矩，点赞勾按，我们继续解读。而如果你想看认真严肃的法律内容，也请保持关注。我们下期再见。